大家好，今天是美国东部时间10月27号，星期一，欢迎收看《时事金扫描》，我是金然。别忘了订阅我们的频道啊，点赞、留言，并且推荐转发。美国总统川普当前的亚洲之行，简直像是一场火爆的外交真人秀。从吉隆坡红地毯到东京皇宫茶会，上到签多国协议、调停减碳停火，下到谈稀土和大豆，是忙得不亦乐乎。川普这次风风火火的亚洲之旅，一共是安排了3大舞台。先是刚刚过去的周末参加在马来西亚的东盟峰会，今天呢到达日本进行国事访问，然后再飞韩国应对亚太经合组织峰会。这一趟啊刚走过半，已经眼见亚洲的政治正在风起云涌。10月26号，川普总统一落地吉隆坡，马来西亚总理安华就亲自等着接机，红地毯那是铺得老长，还特别安排了传统的马来舞团在川普的空军1号前来热场。川普和安华一见面啊，两个人就调侃起了坐牢的经历。安华说自己被政敌迫害，是坐过牢的，而川普回说我差点也被抓去蹲耗子。气氛啊就这样立刻成为了哥们儿外交了。川普看到边上有人载歌载舞，于是对着他们就来了一段川式街舞。美国总统出访是当街插舞，成为了当天国际花边新闻的热点。东盟峰会，也就是东南亚国家联盟的会议，川普其实并不是来参加峰会的，而是借台唱戏。一天之内，川普就和马来西亚、泰国和柬埔寨3国签署了互惠贸易协议，特别是和马来西亚更是签署了2国全面战略合作伙伴协议。马来西亚承诺说，为美国的化工品、机械、电器、汽车、乳制品、加工食品是大开绿灯。柬埔寨呢，则是去除了美国农产品准入的障碍。泰国更是取消了99%对美国工业品和农产品关税壁垒。而川普啊，真不愧是商人出身，咱们感情好是归感情好，在给美国人赚钱上是一点也不讲情面。美国对这签署贸易协议的3个国家，大部分商品啊仍然维持19%的关税，只是呢对部分产品给予了零关税优惠。美国很重视的中共国的邻居越南，川普也在当天就敲定了2国的贸易协定的框架，未来几周之内呢，将完成最后的协商。越南给予了几乎所有的美国货品优惠市场的准入，而美国对越南的关税仍然是维持在了20%。其实啊，并不是说美国在欺负亚洲小国，而是美国经过多重计算，发现加上了这些关税之后，双方的贸易才算是真正的平等互惠。相对关税协议，对川普来说啊，真正的重头戏是和东亚各国签订的关键矿产供应链的多元化备忘录。川普跟马来西亚、泰国是单独签了协议。马来西亚拥有1600多万吨的稀土储量，过去呢，为了防止这个资源外流，进出口原料，只搞一些下游的产业。如今，马来西亚承诺对美国
出口关键矿物或稀土不再设任何的禁令和配额，也不限制稀土对美出口。泰国呢也同意了优先给美国公司稀土加工权。柬埔寨虽然稀土很少，但地理位置好，可做呢供应链中的转站。川普的这一手啊，表面上是双边贸易，但真正瞄准的是在抄中共的后路。马来西亚有稀土矿产，泰国有加工厂，柬埔寨有勘探潜力。川普这是把中共国的邻国啊一个个的撬走，并且把他们连接成美国新建立的关键矿产供应链列车，同时熔断中共的所谓的一带一路。川普搞定经济协议的同时啊，还没忘了他的劝和之旅，顺道呢就主持了泰国和柬埔寨的正式停火协议的签署仪式。今年夏天的时候，泰柬边境爆发冲突，这个枪炮声啊，断断续续响了小半年，双方损失40多条人命，还造成了边境地区几十万的难民。川普当这个中间人，和安华一起是见证了泰柬双方签了吉隆坡和平协议。东盟内部在加速和解，由美国主导的印太经济新框架，东盟各方明显现在都是乐见其成。昨天一天啊，川普是跳了舞、见了面、签了约、照了相。今天一早直飞日本。这一趟日本之旅啊，正好是在川普老友安倍晋三的女门生高市早苗刚刚登上日本新首相大位没几天，像是有意啊在为高市早苗助阵。有人放出来空军1号从日本的富士山一侧飞过的景象。川普一踏上日本的土地，首先会见的是日王德仁。德仁陛下呢，亲自在王宫门口亲迎川普。据日本媒体报道说，此次川普来访接待的礼遇规格极高。德仁陛下和王后雅子亲自接见，并且设国宴，这也是雅子皇后登基之后首次在对外的国宴上正式公开露面，还出席了茶会。另外呢，川普和夫人梅拉尼亚被安排入住了迎宾馆的赤坂离宫。这次日本之行，川普的另外2个行程啊，重点是和高市早苗首相的会晤。据媒体透露，高市已经准备了一个大型的采购计划，其中就包括购买美国的皮卡汽车、大豆、天然气等，高达5500亿美元。其中啊，这个大豆的部分啊是最豆。中国从5月份开始停买美国大豆，转买巴西和阿根廷更贵的那些大豆，造成了巴西大豆价格暴涨，中国也成了冤大头。而日本呢，趁机来买美国的便宜大豆，现在美国大豆占了日本进口的大概70%左右。高市早苗明显是在表态，中共国不买，我们买。至于稀土资源，日本驻有金属矿山，加工强，但原料是靠中国进口。高市承诺
帮美国建稀土供应链，共同勘探回收。在我看来，这是川普在推动亚洲的铁三角，也就是东南亚挖矿、日本加工，在直达美国市场。高市早苗这位安倍的接班人上台之后，外交的首秀就是强化美日同盟。川普似乎对这位女首相是特别的宽厚，还没见面就已经表示说，我们之间的贸易谈判将非常的灵活。这一句就造成了今天日经指数大涨，而特别讲究礼仪的日本人呢，为表达心意，今明两天同时在东京地标，也就是晴空塔、东京塔，还有东京都政府大楼，用美国国旗的颜色展示特别灯光秀来迎接美国总统。而川普还会去距离东京50公里的日本横须贺军港，那里呢是美军在亚洲的最重要、规模最大、历史也最悠久的海外军事基地之一，被称为是美国第7舰队的母港。川普将登上美军的乔治·华盛顿核动力航母去视察。而真正让很多华人震惊的是什么？昨晚在吉隆坡，美国的财政部长贝森特透露了一个信息，等于是在告诉外界，川习虽然还没有见面，但中共其实已经跪了。天气变化时节，身体最需要保养，可以考虑普瑞堂的选宝黑参。选宝黑参有2种产品，一种是完整的一根一根的黑参，真空包装送礼体面；另外一种是口服液。2种产品的原料都是用韩国产的6年根的高丽参，再经过传统古法酿造而成。很多用过选宝黑参的朋友都体会到黑参补充体力和提升免疫力的效果。如果感兴趣的话，可以点击电视下方的链接，或者是扫描屏幕上的2维码，然后输入给我们观众的专用优惠码，就可以享受全球的免费邮寄。如果您购买500美元的普瑞堂的产品，还可以获赠1根选宝黑参的原根。川普在前台忙着收割最终的成果，而川普的团队成员则仗着川普的强大威势，在后台是全力推进。就在此时，美中贸易谈判已经出了新结果，中共做出了3项妥协，是什么呢？一是中共暂停原来推出的那个稀土新管制措施12个月，也就是1年。第二呢，将会大规模的购买美国的大豆。第三，则是放行 TikTok 的交易，也就是把 TikTok 卖给美国，全权掌控。用这3项妥协啊，换来了什么？川普喊出去的一句话，也就是美国也同时会暂停再加征100%关税的那个要求。讨厌川普的人啊，这下又会喷川普是 taco， 但这就是典型的川普交易艺术啊！丢出去一句话威胁，你要是被吓倒了呢，那么你需要答应我的一些要求了，我便收回喊出去的那句话而已。但如果你不怕，或你和我硬刚，那么我就会兑现我的威胁，就像这个再加100%的关税，还是会把你打趴下。而如今的效果就是，中共先怕了，答应了3个川普要的条件，而川普只是收回了之前说的一句1分钱不花的话而已。别忘了，之前加在中国商品上的那个超过50%的高关税可没变，还照收不误。最逗的是那个被美国财长指着鼻子骂的中共贸易谈判代表李成钢，用美强硬中坚定来形容这次谈判。看来啊，
这个战狼唯一的强项就是嘴硬，反正把住一点，打死也不认输就好了。表面看美中是各自让了步，但仔细想想，川普拿到了所有他想要的。中共稀土管制本来是一个致命武器，但延后12个月，美国人就有了缓冲期。川普现在正在加紧布局的新稀土产业链，到时候也应该完成的差不多了。大量购买美国的大豆呢，则是在稳定美国红州农民的票仓，稳固川普的基本盘，拿下明年的中期选举。至于 TikTok 卖给美国，则让川普拿下了数据金矿和算法，也解决了美国那些海量的青少年在上面被中共洗脑的危机。而美国在11月份不再加这个100%的关税，正好让美国人在感恩节和圣诞购物季物价稳定，好好过个年。其实川普下面的韩国之行最令人期待的并不是川习会而是极具戏剧性的川普和金正恩的突发性会面。本来是根本没有这个行程安排的，但川普的外交剧本里本来就是自己想怎么写就怎么写，甚至我都怀疑到底有没有剧本。这不，记者在飞机上的一个问题，让川金会成为了川普这次海外行程中像开盲盒似的惊喜。In South Korea, do you have any plans to meet with Kim Jong-un at the DMZ? Well, I would if he would contact. I mean, I was the last time I met you, and I put it out over the internet that I'm coming to South Korea. If he'd like to meet, I'm open to it. Certainly, we had a very yeah, I'd do it. I mean, if you want to put out the word, I'm open to it. You know, they don't have a lot of telephone service. They have a lot of nuclear weapons, but not a lot of telephone service. So I'm open to it. I had a great relationship with him, and he probably knows I'm coming, right? But you want to put out the word, I'm open to it. Do you expect to touch it all before this trip? Really, there's not a lot of ways other than the internet. You know, they have very little telephonic service, and but he knows I'm coming, and he would, yeah, I'd be open to it 100%. I got along very well with Kim Jong-un. 我曾经在之前的节目中说过，川普在全球整体布局，让全世界的政治格局向右转，也就是说回归传统。而几个代表性的能在各自地区起到引领作用的就是谁呢？欧洲意大利总理梅洛尼，亚洲的日本首相高市早苗和南美洲的阿根廷总统米莱。正当川普访问日本为新首相高市早苗加油之际，阿根廷政坛传出了大消息，被称作南美川普的米莱总统的政党，也就是自由进步党，在阿根廷的中期选举中取得了大胜。昨天，米莱的胜利甚至被称作是保守派全球狂欢日，因为阿根廷中期选举开票一出，自由进步党居然获得了近41%的选票，而推行社会主义的左派庇隆党最后只得到了31%。众议院改选127席，米莱的政党拿下了64席。总席次呢是从37席一下冲到了101席，几乎占比近一半。参议院是24席改选，自由进步党呢是从6席窜到了20席。我们来看看这个颇具个性的米莱，在得知获胜之后，冲出会场向支持者表示感谢。他这一激动不要紧可把身边的保镖和护卫都吓坏了。
要知道，2个月前，米莱的政党啊，在布宜诺斯艾利斯省选举中可是惨败了。当时左派媒体是一片欢呼，说米莱这下完蛋了，阿根廷的钱币比索崩了，米莱的改革梦彻底碎了。那种山雨欲来的气氛，连米莱都觉得自己危机临近。但最后的结果是，阿根廷人仍然选择了米莱，而且有更多的人站在了米莱这边。为什么呢？因为米莱的改革是实实在在的见效了。2023年底，米莱上台的时候，阿根廷每个月的通胀高达25.5%，一杯咖啡喝完，这个钱就贬值了。公共债务占了 GDP 的90%这么高，贫困率高达55%。人们啊是排队领救济，经济呢就像是泄气的皮球。而米莱一上任，他大玩了一种著名的电锯疗法，政府18个部门上来就砍下去9个，35万的公务员直接裁掉5万人，而后来再次辞退了7万养尊处优的公务员，紧接着控制投资、松绑管制、降税，允许企业自由裁员。2024年初，经过了3个月的短痛期之后，月通胀率从那个高达12.8%降到了上个月的2.1%，年率呢从289%砍到了32%。14年来啊，头一遭，阿根廷政府实现了财政盈余。米莱实施新政其实啊是被掣肘的，因为他的政党当时在国会只占了15%的席位，而要否决左派的对抗法案，要有至少1/3的否定票，左派一直是在挡路。而现在经过中期选举，米莱的政党现在有将近1半的席位，终于可以大刀阔斧地向前冲了。米莱这个政治素人外加经济教授被支持啊，是因为老百姓在社会主义社会中是饿过肚子的，知道怎么回事，也知道绝不能再回到老路上去。对于米莱的胜利，川普在亚洲的行程中也没忘了祝贺。而之所以在之前阿根廷比索突然面临崩溃的压力下，如今还能取得成功，离不开当时川普的支持。要知道，当时美国政府也正面临关门的危机，但川普仍然毫不犹豫地给了米莱200亿美元的紧急援助贷款，稳住了阿根廷的比索和阿根廷市场，这才有了如今米莱的大胜。阿根廷是拉美的第2大经济体，资源丰富，锂矿是全球排第2，是粮食出口的大国。以前左派庇隆党亲中共，让中共的一带一路涌入，结果是欠了中国上百亿的债务。而米莱上台之后，拒中资亲美国，更是对以前的社会主义路线和左派分子是深恶痛绝。甚至啊，他在采访中是直指那些社会主义左派都是垃圾，绝不向他们让步半分。Al zurdo de mierda no le podés dar ni un milímetro. Pero ¿me podés definir zurdo de mierda que no Todos lo los que, entiendo? digamos, los colectivistas, los que ponen, digamos, o sea, esa idea... A ver, ¿Por qué le pones de mierda, digamos? Porque son una mierda. O sea, vos mezclás... si, no, pero, pero es que si pensás, si pensás distinto te van a aniquilar. Ese es el punto. Es decir, vos al zurdo no le podés dar un milímetro, porque le das un milímetro y lo toma para destrozarte. Es decir, digamos, o sea, vos no podés negociar con el zurdo. No se negocia. No se negocia con esa mierda, no se negocia porque te van a llevar puesto. 这次的时事金扫描就聊到这儿，需要您持续的支持啊！别忘了订阅我们的频道，点赞、留言，并且推荐转发，都是在支持我们。如果愿意在资金上直接给我们支持，就更加感谢了。我们下期节目时间再见。